来吧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这2个月，河南、河北大雨连绵，黄河洪水泛滥，两省灾情严重。河南豫北一带还出现疫症，染病者数百，死亡者已70有余。河南巡抚温国通上奏，求皇上定夺。皇上，区区小病实不足为惧，奴才认为，令地方官妥善处理即可。皇上，疫症绝非小病，一旦蔓延如洪水猛兽，理应及早处置，防患于未然。依你看，该怎么办？回皇上，刑部尚书龚秉咨龚大人曾为江西巡抚，有治水治疫经验，可以授以钦差之职，派他前往统领2省官员，全力治疫。皇上，不过是死了几个人而已，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另外，龚大人，你敢保证你走马上任就能抑制住疫情，不再死人了吗？下官不敢。哼，就是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天大的本事。这种小事情，不用惊动我们朝廷的1品大员吧？啊？如果此事没有其他异议，那就此一决。各位臣工还有没有其他奏折？启奏皇上，定南王府孔嗣珍孔公主上奏，求赐寝在定南王祠前立碑。是孔姑姑吗？皇上，定南王目前已经立碑，不用令令。对。是啊，先臣孔有德航海投诚，舍身报国，是为忠贞。立碑一事，也无不可。安亲王，现今吴三桂、耿继茂、尚可喜3王，他们威震边陲，已成3藩之势。况且每年花费国库银两甚巨，难道我们大清还要让它成为第4藩吗？此事就此一决。是。孔公主奏请为定南王立碑，肯定得到老佛爷的懿旨，可还是被辅臣们驳回。定南王是汉王，为他立碑，那不是太抬举汉臣了吗？他能批吗？老佛爷已经不理朝事，四辅臣每月2次的汇报朝事，他从未驳回。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4个辅臣手中了。唉，这正应了那句话，我们成了聋子的耳朵，摆设。鼎慈兄，你说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为官的，就是为皇上办差。皇上让办什么差事，我们就办什么差事嘛。你这不跟没说一样？要让鼎泽兄批评个人呐，那可真比解开真腹的罗裙带还难呐！啊，在下家中还有事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鼎慈兄这是怎么了？年少之时，他可是江左3大家之一，有名的倦狂文士，从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。那时候他沉浸于酒，痴迷于画，真是要多潇洒有多潇洒呀！不仅如此啊，还有不少的风流韵事，听说他夫人就是江南的名妓呀。哎，艳名远扬，那可真是诗画双绝呀！难道说，当了官就学会明哲保身了吗？好了好了，鼎慈兄是我们的好友，更是一位好官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尽忠职守，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。
我们龚大人心中的火呀，都快把树干烧着了。好了好了，来吧，我们家里穷，没有炭火，还指望龚大人多喝一点酒，把心中的火啊烧得旺旺的，给我们大家取暖啊。你这张嘴啊，看小女子这朵桃花画的怎么样啊？好啊。不错。哎，不过，怎么只有4片花瓣啊？有风啊，让风给吹走了一片。这风啊，也是为龚大人而吹，为龚大人消气的。你是越来越乖巧了。10几年的夫妻了，大家都以为龚大人谨言慎行，胆如溪鼠，却不知实则却是丈夫所在至经国，妻使4海皆任席，对国事啊比谁都上心。辅臣秉伯，壮志难酬啊。那还不好办，辞官归去，我俩独驾1舟千里去，心与长天共欢愉，岂不快哉？太好了！说什么？不行吗？说什么傻话？既然放不下，那只能干下去。干好本分，纵不为权贵所用，也可为世人所用啊。就你心眼多。恒伯，跟你聊聊天，合画个桃花，就能够解除心中的郁闷。看你把我夸的，我都破相了，哪有那个本事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道疤是世间最美的疤。干嘛呢？我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要是让人知道道貌岸然的龚尚书竟然说出这种轻佻话，那你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气派，岂不荡然无存了？那好，我们呀就千万不要让人知道，好吗？听说你上奏的为定南府立碑一事被4辅臣驳了回来，说是不许立碑，怕另有企图。皇额娘，这黄金贵太新了些，带了点苦涩，看来还不是时候。哈哈，你这丫头啊，喝茶的功夫倒没学到多少，说话的功夫却学得火候十足啊。这都是跟老佛爷学的，只不过学了些皮毛，还需要老佛爷多多指教。你呀比猴子还精，还用我老太婆教吗？当然了，比如这喝茶。你说的没错，这黄金贵是新了一点，还差点时候。这不是要紧的，要紧的是谁都知道你是我的干女儿。这茶是上供你定南王府的，最后要拿到慈宁宫给我喝。看来我这老太婆已经不管用了，随便就可以把我打发了，已经没有人把我当回事了。哪有这种事儿啊？谁不知道老佛爷是天下第一品茶大家，在慈宁宫里更是培植了2代茶树王，就算吃了豹子胆，也没人敢不听老佛爷怠慢老佛爷。是啊，虽说我老了，可是谁也别想糊弄我。谁的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禀太皇太后，定南王府孙延龄求见。传。这怎么，延龄已经进京了？他昨夜刚到的。臣孙延龄给老佛爷请安，祝老佛爷宣祝延龄瑶池春涌。起来吧，坐。谢老佛爷。
你看严灵的书读得多好，随便几句吉祥话就把自己的名字嵌进去了，不简单呐。那是沾了老佛爷您的福气呀。好，好，说得好，我爱听这些。老佛爷，您就别一个劲儿夸他了，他只不过是个口齿比较伶俐的酸秀才而已。口齿比较伶俐，学问就寄于此令啊。你呀，整天在慈明宫里陪我喝茶，把定南王府的大小军政事务都交给严灵一个人去掌管，这对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来说不容易呀。谢老佛爷夸奖。严灵此次上京，特地派人到广西深山顶峰凤溪采来白桶冷泉水献于老佛爷。虽然水质比不上天下3大泉，但是南泉水重，泡起茶来也别有一番风味。严灵随身带来一盛，请老佛爷您品尝。好，人们常说茶为水谷，水为茶神，你这份孝心我领了。谢老佛爷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谢老佛爷关心，还好。我家的包衣奴才从民间寻来一些抱金丸，说是有生津活血之效。一会儿你拿上几颗，回去试试。谢老佛爷。严灵啊，你真是人才出众，只可惜啊。请老佛爷放心，严灵身残志不残，还指望有这半残之躯，为朝廷社稷多多效力。好，人在有志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好好干。是，多谢老佛爷教诲。严灵先告退了。公主，臣告退了。去。是。思珍，严灵这孩子跟你可是青梅竹马呀。老佛爷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思珍呐，额娘老了，如今很多事情我都有些糊涂了，可人的心思我懂。严灵他想什么我是知道的，他的手就是为你而残的。再说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。老佛爷，您别说了，女儿只盼着在慈明宫常伴着老佛爷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思珍，你的难处我知道，你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也就算了，可你是名门之后，又是一藩之主，什么样的男人才能真正的征服你的心呢？子曰：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人之行，莫大于孝，孝莫大于严父。孔夫子在这《孝经》里所说的严父，就是尊敬父亲，孝莫大于此。就像皇上跟顺治爷一样，择君莫若臣，择子莫若父。为人子者，当以父为榜而孝之。师父，皇上有什么不明白吗？我确有不明之处，只是不是《孝经》，那是什么？瘟疫是怎么一回事？民间有这样几句话：四面八方大水来，淹去良田人畜口。水淹过后不几日，人死犹如墙坍塌。三人行走在一处，10步之内2人倒。那有什么救治的办法？从《史记》到明末，记载有95次瘟疫大流行，
而治理的方法，无非是放逐病者，或求天怜悯之类。啊，民间还有一本吴文可的《瘟疫论》，只是不太详尽呐。那京城会传瘟疫吗？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为什么不会？京城乃天子脚下之地，天子有百灵护体，京城得天庇佑，不会流行瘟疫的。啊，来，我们还是继续讲《孝经》吧。自古以来，瘟疫大流行，救治的办法只有放逐患者和求天怜悯。待天气好转，瘟疫自会消失。仅有这些办法吗？就算它是个办法，人也无能为力啊。这算什么办法？这是什么？回万岁爷，这是钦天监汤马法送给顺治爷的，顺治爷非常喜欢。这洋文什么意思？回万岁爷，奴才连满文都识不了几个，更别说洋文了。给。皇上吉祥。冰月格格吉祥。冰月格格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这2天天天下雨，都快把我憋死了。我们今天出去玩吧。什么书啊，这么好看？《黄帝内经》。皇帝哥哥真是多才多艺，连医书都要钻研。我有点不舒服，给我号号脉吧。最近河南发生瘟疫，皇上正在找治理的方法。是啊。是吗？皇帝哥哥不是最讨厌议论国事吗？不是最讨厌师傅教的知乎者也吗？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勤奋？师傅教的我没兴趣，我只看我想看的书。议论朝政嘛，我也没兴趣，我只关心我想关心的事儿。可以了吗，梵月格格？不可以。去玩嘛。可以，不玩。不可以，去玩。哎，站住，站住！冰月格格，你给我下来！哎，下来！居中，你给我把他弄下来！皇上在看书，你就让他看吧。要不我陪你去玩。好啊，我们去玩，反正我们最好了，你也最疼我了，我们走吧。皇帝哥哥，冰月要和居中出去玩了，可以归安了吗？啊，好啊好啊，你们好好玩，尽兴的玩。哎，千万别那么早回来啊！我们走。皇上。哎呀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走啊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啊，飞起来了！飞起来了吧？是，飞起来了！哎，收一点，收一点。不行，不能收！哎呀，线断了吧？我去给你讲了。这是什么？感谢你出来陪我玩啊！嗨，谢什么呀？只要你喜欢啊，我天天都陪你出来玩。好，以后我们就天天出来玩，让那个皇上在宫里闷死。
好漂亮啊！听人说啊，这是花雨。花雨，这么好听的名字。传说啊，这片片落英会带着你的心里话，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告诉你心里想告诉的那个人。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传说是这样。剧中，剧中，来嘛！干什么？你来呀，剧中，快去快去，你往前走，快去，快去，往前走，再往前。哎！哎！你这个大笨蛋，听得见吗？啊？什么？皇帝哥哥，为什么陪我来的不是你？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！来这里陪你玩的不应该是我，而是你的皇帝哥哥。3年的时间，写下《不得已》这篇文章，驳斥你汤贼的天学概论。当年，你汤贼把我从青天剑的位置上拉下来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你除掉，绝不手软，以解我这些年的心头之恨。是要送你一件东西。皇阿玛，这个东西是皇阿玛最喜欢的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它，珍惜它，孩子，不要辜负了皇阿玛对你的期望。
上真的梦见顺治爷把这船交给您，千真万确，要好好珍惜它，爱护它，就像他把这个国家交给您一样，对吗？这句洋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河南巡抚温国通600里急奏，省内大雨连绵，洪水为患，地势低洼者已如泽谷，被淹村庄已有180个，房户5000，良田8000亩，人口多达3万人。省内瘟疫流行严重，死于2000，染病者不计其数。其中豫北30余村，百姓10之有7染病而亡，余则流徙他地。山东18000人死，病不计其数。疫症蔓延，不可阻挡，不可阻挡。瘟疫蔓延，该如何是好？皇上，瘟疫已在河南扩散，臣认为必须从速处理此事，以免殃及他省。那该如何是好呢？回皇上，臣以为治疫一为治，从各省调拨药物以应急需；二为围，严阻染疾百姓离开居住地，以免外传；三为断，朝廷应该开仓赈灾，加拨银两，让地方迅速清理废村，妥作善后，断瘟疫之根；四为防，昭告天下市井百姓，让他们远离疫源，以免感染，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。皇上，疫症只是小事情，每次天灾之后，禽畜死亡，蚊蝇滋生，瘴鼠横行，便有瘟疫，实不需大惊小怪。皇上，向百姓示警，必然引起恐慌，动摇民心，乱了社稷。奴才以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。瘟疫蔓延，非同小可，此事需慎重处理。康亲王，你说呢？回皇上，对于治疫，微臣也说不明白。刚才魏尚书所言，甚为有理，而敖大人的话也不无道理。安定为上，民心不可乱，也不能乱。左卿府，奴才在。你认为呢？回皇上，这处置瘟疫只有一途，那便是没有大水。没有了大水，瘟疫自然就会消失，而雨总有停的一天。所以以奴才之见，传旨河南巡抚，勒令染病疫民留居原地，疫症便不会扩散出去。对，再请萨满太太求神祈福，早日停雨，疫症自可消除。让萨满求神就行了吗？雨何时能停？不得先问问钦天监监正汤马法吗？皇上，这何时停雨，有谁能说得准？钦天监又不是神，他知道什么？那你们说说。回皇上，辅臣秉国、下官等自当依旨办差，遏制疫情。朕问的是如何遏制？左大人自会有所安排，下官随时听候，依旨办差。左卿府，奴才在。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奴才领旨。这疫情若真的蔓延开来，死伤遍地，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呐？想当初咱们在关外，这世代也不曾有过什么瘟疫。这玩意儿也只有南蛮子居住的地方才有，那是天谴。
那要不管，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管？我说你这个人呐，啊，该怎么管？让汉人去管？对，这治瘟疫呀，并非我们所长啊。若要治疫呀，那就得交给那帮汉臣们去。到时候雨停了，瘟疫自然会过去。可那时候啊，这功劳也都归了他们了。哎呦，瞧你说的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可毕竟死的人是越来越多呀。索大人，你以为呢？老夫担心的倒不是这个。那索大人担心的是，据老夫所闻，皇上对汤若望送给先皇的那条小木船很是着迷呀。今天皇上也曾提到了汤若望之名。啊，汤若望是先皇帝师啊，这先皇更是尊称汤若望为马府。这当今皇上能登上这皇位，更是汤若望向先皇进言呢。老夫恐怕，索大人的意思是，怕皇上效仿顺治爷，宠信这个洋人。哎，此事万万不可啊！汤若望在先帝在世的时候，就总鼓动先帝推行汉化，这小子，那在汉臣里面是深得敬重啊。现在如果让皇上跟他亲近，那皇上有可能就走先帝的老路啊。三位大人，不用担心啊，现在断言，那还为时尚早啊。民心乱，则社稷乱。皇上，天大的事，不就是一个雨吗？待雨水一停，万事大吉。皇上不必太担心。萨满有什么办法停了大雨？回皇上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靠的是苍天的庇佑。能管用？心诚则灵，老天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要不然，我们也不能入关一统天下。如果雨不停的话，瘟疫会蔓延到京城吗？不会。京城是我们大清的福地，况且我们已经下令封闭了河南，所以瘟疫不会蔓延到京城。半生的心血，一生的抱负，我必须把汤贼拉下马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坐，这。王师傅说的没错，
历史上记载瘟疫的确实很少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在看前朝皇帝有关治理瘟疫的记录。是父皇的政绩吗？有用啊！原来先帝年间曾有3次大瘟疫，尤其是先帝17年间，那次跟这次很像。当时先帝曾下令，当时先帝在位的时候，除了担心四阿哥和董鄂妃的事儿，他有心管理朝政吗？真奇怪，连狂风暴雨也打不翻这条小船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走，干嘛？去找汤马法。参见皇上。马法不必多礼，请坐。皇上请坐。朕刚巧出宫，路过此地，顺便看看马法。谢皇上关心。其实，朕还有一事相询，请皇上示下。朕想知道，这小船上的洋文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没人便是一个孤岛。没人便是一个孤岛。孤岛，而且还是孤零零的岛。是说，人不能像岛屿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。皇上非常聪明，实在是社稷之福啊！如果在一个府邸里只有一个人，那能称之为家吗？一人不能成为家，一家不足为国。一国之内，天地之间，个人气象各异，故需相互补足，才能共存。皇上和耿大人不出3言2语，就把臣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而且非常透彻。那好，看来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情了。什么事？先帝非常喜欢这句话。先帝？先帝喜欢这句话？先帝有一个愿望，他常说，国家就像一条船，要想让这船平稳地在海上航行，船上的人必须各守其位，各司其职。掌舵的掌舵，拉帆的拉帆，既不相互干扰，又能齐心协力，同舟共济，这条船才能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。先帝不仅希望大清能成为强国，更希望能成为各民各族的家，一个相助守望、团结和睦的家。可惜呀，可惜。汤爷爷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走了。好，马法是要回青天监衙门吗？是。那我们一块儿走吧，路上可以聊聊。好。去把伞拿来。顺治11年3月，对，这正是皇上出生时先帝所赐的。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缘分？是马法跟朕的缘分？不，是先帝和皇上的缘分。啊，朕不过是先帝众多皇子中的一名，没什么缘分不缘分的。其实，
马法跟先帝倒是挺有缘分的。马法远在西洋，千里迢迢来到大清，还当上了阿玛的帝师。大清有1000万户人家，有1000万个父亲，可为何你生在帝王之家，又为何成为先帝的儿子？这不是比千里迢迢更有缘分吗？马法，你跟随先帝这么久，该很了解他吧？臣初见先帝时，他已经是一位皇帝了。无论我怎样形容他、描述他，他只是一位皇帝，而不是一位父亲。爷爷，皇上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英雄美女自古成一对，办不懂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。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又睡。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我一个人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悔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又碎。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为一个人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